Hello， 大家好啊，好久没有探日料了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就是一家北京高端的会席日料餐厅，位于北京金宝街华丽大厦的后边，就是在1层。虽然不是很起眼，但是呢，你预定完了之后，服务员会出来迎接你，并且如果你开车去的话，可以提前联系餐厅呢，给你留车位，同样可以电话或者网络预订，每位定金呢是500块。进店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装修很朴素简约，并且并不大，除了可以在板台前用餐以外，就有2个包间，一个是座椅包间，还有一个榻榻米包间，总共就这么3个区域。我们预定的呀是榻榻米包间，里面呢就是传统的和风榻榻米。为了照顾中国人的习惯啊，桌子下边有放脚的这个空间，整体装饰不多，但感觉还是挺舒服的。收费的话呢，他们家只有1档欧玛卡塞的套餐啊，2180块钱一位，没有服务费。近几年呢，这种欧玛卡塞的套餐形式啊，慢慢走进大众视野。可能有些小伙伴呢，并不是很了解这玩意儿到底啥意思。其实欧玛卡塞在日语里啊，就是交付、委托的意思，可以理解成客人把吃什么、怎么吃的决定权呀交给主厨。更贴切的翻译啊，也可以就是应季套餐。首先就是前菜。它这个最上面白色的呀是木棉豆腐，上面撒的这种黄色的点点啊是现磨的柚子皮，切开里边包裹的这个呢是干渍过的无花果，整体口感绵密，层次感丰富。它这个木棉豆腐呢带一丝芝麻的香气，并且搭配这个柚子皮的清香啊，还有无花果的甘甜，整体组合起来作为第1道呢感觉特别开胃。第2道呢是西雾红石斑鱼，搭配这个可食用的大菊花瓣，汤汁使用的是一番出汁，意思就是第1道出汁的意思。用的昆布和煎鱼节刨成的木鱼花吊的高汤，特别的鲜香。单吃菊花呢有一丝丝苦，但是搭配鱼肉和汤一起食用的话呢，丝毫吃不出来苦味。鱼肉的品质呢也是非常的新鲜，大蒜瓣肉嫩的同时呢又不松散，整体也是很不错。接下来就是刺身环节，天然的金枪鱼、中腹和翅身部位，还有大竹夹、金木雕，搭配的很简单，就是醋菊、紫苏花以及现磨的山葵，还有1小碟酱油，并且还额外的给了1盘毛豆用来下酒。金木雕相对来说呢是脂肪含量最低的，口感绵密滑嫩，鱼肉味很香。然后就是大竹夹鱼，相对于金木雕来说呢脂肪含量更高，吃进嘴里软嫩鲜香的同时呢，还给我一种脂肪的满足感，越嚼越香。然后就是金枪鱼，他们家这个据说熟成了10天，因为是天然的金枪鱼啊，吃起来并不会很肥腻，搭配山葵跟酱油，吃起来也是非常的香。整体刺身环节给我的感觉还不错，比我想象的要好。接下来就是炸物，香香蟹白果，炸制的香香蟹其实就是母的松叶蟹，出于保护呢，每年只开放捕捞很短的时间，所以大家只有在这个季节才能在市场上看到这种母的松叶蟹，平时都是那种个儿大公的。白果呢其实就是银杏，旁边还搭了一个小醋菊。我头一次吃这种炸制的松叶蟹，它是把蟹肉都㧟好了，给你铺在蟹壳上，然后裹面粉一炸，炸完切开啊，一人一半，这吃起来真的非常的爽，特别的满足，给我印象深刻。紧接着炸物呢，服务员又端上了一盘醋冻紫苏花松叶蟹，这道菜单上并没有。为什么赠送呢？其实是在我吃刺身的时候啊，它因为有紫苏花，所以我就边吃边聊嘛。我说紫苏花配刺身我觉得一般，配松叶蟹才是我最喜欢的搭配。结果这句话让服务员听见了，经过跟主厨反馈啊，特意为我们制作了菜单上没有的这道菜，属于是一次把蟹吃到爽了。再接下来呢是蒸物，是用大闸蟹做的一个茶碗蒸，旁边呢搭配了百合根，最上边这是鱼子酱，这个感觉也是属于在中国才能吃到的搭配。本来我还好奇日料店大闸蟹怎么做，没想到它这个把蟹肉和蟹黄挑出来，放在鸡蛋上这么一蒸，再配合甜甜的百合根，还有上边咸香的鱼子酱，搭配我觉得非常的合适，整体出品也不错。紧接着呢就是又赠送了一道白干雕萝卜泥，上边搭配的是河豚葱还有南蛮醋。这个鱼肉呢是用干雕粒淋烧的方式做的。什么叫干雕粒淋烧呢？就是把这个鱼鳞呢弄得特别酥脆，搭配鱼肉一起吃呢，外酥里嫩，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有一点吃那种糖醋鱼的感觉，搭配清酒吃起来也不错。紧接着又是隐藏赠送安康鱼干，搭配醋冻山葵。我还特意的问了一下服务人员，那这是不是因为看着我直播才送的呢？服务人员说不是，他们会根据当季最好的食材来简单的调整菜单。这个安康鱼干
酸呢不用多说，现在正是肥美的季节，经过低温慢煮，入口即化，搭配这个醋冻和山葵呢，还可以用来解腻，也是非常的下酒。接下来呢是烤物真明煎搭配醋焗萝卜泥，它这个真明煎鱼呢，在烤前也是经过腌制的，带一丝酱香的甜。这个搭配白萝卜泥和醋焗一起食用呢，感觉一般。我觉得这种日式的烤鱼最好吃的还是猴黑鱼和金棘鱼。吃完烤鱼，上的是鳕鱼白子，用果醋凉拌的，上边搭配了萝卜泥和河豚葱。鳕鱼白子呢，其实有点脑花的味道跟口感，吃多了会腻，所以搭配这种偏酸的果无醋来调味。口味清淡的朋友吃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奇怪啊，但是吃惯了还是挺香的。接下来呢就是主食环节，秋刀鱼腐饭。烤制的秋刀鱼上面呢还有一点点梅肉酱，搭配的河豚葱，经过服务员的充分搅拌后呢，盛到小碗里，每人一碗。这锅里剩下的呀可以带走，如果不够吃也可以接着吃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它这个米饭并不是用白水煮的，而是使用昆布和木鱼花调制的高汤煮制而成，因此颜色呀有一点发黄发粉，配合这个秋刀鱼搅拌在一起，真的是吃起来特别的香。搭配腐饭的呢还有黄瓜小菜和味增汤，最后来这么一碗腐饭作为主食，真的吃起来满满的幸福感。吃完主食呢，就是最后的水果和甜品环节。水果呢就是去皮切好了的3片梨，这梨是咱国产的，并不是哪儿进口的，具体没说哪儿产的，但是梨味很浓，并且特别的甜，口感爽脆。吃的时候我就不禁感叹，中国的水果真的天下第一。这玩意儿要是拿到日本农协炒一下子，估计这梨都不是按斤卖，而是单个卖，甚至都可能上拍卖会，真的不夸张。甜点呢是焙茶冰激凌，旁边还搭配了一杯绿茶，冰激凌的味道呢带一丝茶香跟焦香，也挺好吃的。最后就是评分环节。环境的话呢，虽然装修简单，但是坐在包间里呢，真的给我感觉很温馨舒服。可能是隔壁的客人素质比较高，我在包间里呢，感觉非常的安静，没有任何的喧杂声，也没准是隔音好。整体给4颗星。服务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包间总共有2个服务员，一个看见我这拿着手机拍呀，显得特紧张，还有一个呢显得非常的专业，整体没有任何毛病，而且会察言观色，根据客人的需求做出一些反馈，4颗星没问题。接下来就是食材，2000元的套餐，仔细一想，食材一般，3星半。然后就是出品，整体全都在线，没有一道让我觉得不好吃的菜，甚至炸制的香香蟹，还有最后的腐饭给我印象深刻，非常的好吃，4星半。最后就是性价比，说实话，这种价位的这种餐厅，其实要谈性价比的话，都没什么性价比。对我个人而言呢，他家最多是3星半。最后做个总结的话呢，就是青云这家日料店呢，我感觉特别适合喜欢喝清酒的富哥们们，来这儿晚上聊聊天，吃一顿。因为他家每一道菜呢，我感觉搭配清酒吃都非常的不错，所以不喝酒的朋友来他家的话，我感觉体验会大打折扣。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，如果喜欢的话就关注哟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